今天这个左右门的这个隔音音箱已经弄好了哈，然后现在在搞这个机盖的隔音，因为这个机盖也是一个空壳子，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罩套起来，罩是单独买的，原车不带竟然。这个座位还没有装起来哈，座位我们还在改，把座位的高低稍微改一下。而且我们今天带来一些包裹，还是车上用的哈，大小配件各种各样。哦，这个是 Insta 的那个360，哦，这个是我们的拍摄的设备，这是第3代哈，X3，这个还是挺不错的，在这个国产的这种拍摄民用级拍摄里边，这个已经挺不错了。我们先放着啊，这还带着记忆卡，这回家再拆。像我们拆一些车上用的小东西，这个是一些吸扣啊，因为我们那个窗帘啊，有的地方不想让它随着车摆动这个分开，需要用到这样的磁吸扣。这个磁吸扣呢，它是吸力并不是那么很强哈，你看。可以把它隐藏到窗帘里边，这个后边呢扎到窗帘布里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窗帘就不会在行驶过程中一会儿拉着一会儿合着，这个东西很有用。所以这些小的配件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觉不像是我的东西啊。啊，这是，这是我们的那个吹风机。卫生间因为工厂是不会给你标配这个支架的哈，所以我们搞了一个吹风机支架，这个和这个放一起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吹风机要放在柜子里，每次使用拿出来很麻烦。这是一个16安的插座，因为我们这次还有一点失误的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空调的无线控制器啊，装在柜子里了。其实这个车厂已经改版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把我的这个车没有按照新的电路图走，把我的这个空调开关装在柜子里边了。等会儿我们进去再说这个事儿啊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一箱是我们这一次出门要带的气罐，高原气罐，因为我们这一趟计划中，其实下半年还有计划这个新疆西藏的部分哈，所以呢，高原气罐这种气罐是必不可少的，这是12个哈，一趟就够了，可以收刀。看我们那个小米控制开关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哈，它装在这个柜子里边了，而这个控制开关它是红外的，它必须要放在它能接收到红外线的地方才可以。新的电路其实是在这边，就是这个只要插到这儿就行了，这个插座就不插任何东西了，或者是这边。其实我们那个车的电路图是在这儿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按照新的搞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还要之后再回厂家把这个做一下调整，因为这空调啊是16安的插座，它还不能随便插到任何地方，所以呢，我们得把，我们有2个哈，空调控制的，厂家送了一个，然后我自己又买了一个，就是之前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东西啊，直接插不到这种220的这种10安的插座上。我们配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为了要插16安的东西。暂时我们先用这个替代啊，等我们到了厂家之后再换。这玩意儿插在外边真是难看，真是丑，我简直受不了这玩意儿。只要遥控器工作的地方它就可以。我们把它放在这儿，这儿没有用啊，没有用。虽然它这儿有个窟窿，但是这空路是没有用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不然就放在桌子上，桌子上太乱了；要不然就放在这儿，暂时临时这样用。你看，刚才我把这个东西插在这儿，发现它是工作的，就是点这个关闭，它是有反应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再试试它如果放在柜子里边管不管用。这柜子里边肯定是不管用的，因为它遮挡有红外线遮挡。这个是没有用的啊，放柜子里边是不行的，我们也试过了。现在我们只能这样子，在我们回厂家之前，这空调远程控制只能靠这个东西啊。不过这个还好，就有各种各样的插座，这还有个16安。
它这个东西的问题是，如果空调不插在它上面，它是没有办法判断空调是开或者关的哈。而且这个插座在行车过程中肯定会掉下来，所以呢，这不是一个好办法。除非是我们拿个东西给它粘在插销上，找点小胶。现在只能是这样子了，因为一个开关的设计失误哈。这开关应该是在这儿，中间我看，对，就是这个朝向的开关应该是朝住外边的，而不是朝里边。所以这个房车啊，你在装的过程中才会发现很多的问题，合不合适。它可以控制温度哈，然后可以控制扫风、制冷或者制热，或者是延迟关闭哈。可以手机远程控制。然后现在我们看不到温度，因为空调不在它身上插的，我们只能靠这个摄像头或者是这个摄像头来看这个室内的温度计啊。我们到时候会在这儿放一个温度计，在这开关旁边，以得知这个室温。或者是我们车上有这个小米的温度计，也可以远程查看车里边的温度，可以让它们配合温度低到多少或者高到多少，它自动启动冷风或者热风。Max 风扇也可以设置，在车内温度达到多少的时候，它启动或者关闭啊。这个我们之后再研究。看到我们那天线没？歪了，我不知道它是底座就是伸缩的，还是它那儿断了。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事儿哈，我们回头再看一下，上房顶去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在做这个，把这个电台改个位置，现在这个座位拆出来了。当时装的这个位置，装在副驾脚下边了，有点碍事儿。对，你看这地方整天贴啊什么的，很容易坏。所以我们把它移到这个副驾的这个座位下边了，把线全部改一下。到时候我们看看上边的那个天线到底是，拉出来弯了还是折了？折了我有软的那种的，半长的，效果不如这个天线好，但是够用啊，够用。然后后边的这个探头也更换完成了哈，弄好了。这个线走的比较繁复，在这个框子里边，它是藏在这个里边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接头拉出来，换了一个头。这个摄像头啊，大家如果要装的话，它是黑行者的，很容易漏水，后视摄像头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位置呢，一定要打胶，就保证它不漏水。这已经是我换了第3个了，这新车换第3个了。我觉得它左踩这梯子有点不把稳。我上来看一眼啊。这次我们这个房顶上啊，没有装太多的太阳能板，只装了10片，大小和规格基本上是一样的哈。看看这个是不是一拔？哦，不是断了，它这个是弹出来了哈，它就原本是一拔就能歪的。哦，那这个不错啊。那它要是过太高的地方的时候，就可以上来把这个天线拔弯了哈。我们车上这次东西都比较简单哈，这2根线是车内的 WiFi 手机信号线，其实是哈，手机信号放大线，因为我们的车体啊屏蔽这个手机信号还是有点的哈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装2个户外天线，让我们的路由器更好的工作。上边呢就是1000瓦的太阳能板。我们这次没有给这些地方全铺满哈，其实全铺满意义并不是很大。我们这个车现在目前不光靠太阳能发电，所以呢这个还可以。其实这儿还可以铺一块竖板，回头我们去厂家再说，如果要加这个太阳能板的线的时候再说吧。前边是不能再放了，这6块板已经满了哈，然后这边4块板呢放到了中间。哎呦！然后就是，其实这儿还可以放一块，没有放。火站这个位置还可以放一块，因为我们通常从那边上来的，这个小框是不放的哈。这儿其实可以再放一块。
没有放那么满，但是足够用了，跟我们之前的那个也差不了多少。哎呀，这个梯子有点不把稳了，有点晃，可还好下来了。昨天我们把这个后备胎的壳也换成了这种白色的哈，之前那个黑色布套子太难看。